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拜伦。为什么我们总是达不到自己设定的目标呢？因为我们缺乏一个能够配合目标实际执行的计划。今天分享的 SMART 原则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目标设定法，它是由管理大师彼得·杜拉克在1954年提出的。作为一个参考准则，它到现在还是被大量的使用哦。而且坊间有很多的完成目标的方法、行动追求梦想的方法，其实也脱离不开这个最经典的 SMART 原则。参考 SMART 原则规划出来的目标跟计划，通常会比较实际、可行，而且可以追踪。我们的目标之所以没有办法达成，一来是因为缺乏执行力，二来呢是缺乏可行的计划跟目标。我想包括我在内有前述问题的人应该是很多的哦。那么 SMART 原则的 SMART 分别代表了5个意义，它们代表具体、可衡量、可行、相关以及实现。具体是指能够描述细节，比方说要当有钱人跟每年可支配所得达到100万，后者就属于具体，它要明确到你一看就知道什么样才算是达到目标。再来可衡量是能够量化，或是以明确的指标衡量，比方说我们想要脱离贫穷，那么我们目标之一或许是每月至少存入当月收入的20%，也就是 20%， 这个就是属于可衡量的指标。那注意哦，可衡量这一点并不是全类型的任务都适用，但如果能够以数字呈现的，就尽量以数字呈现。可衡量是帮助自己掌控、调整计划的强力元素，而可行性是指目标的设定必须要切合实际，必须可以做到。如果太困难没有用，太简单也没有效。再来，小任务跟大目标要相关，也就是我们做的事情能够帮助我们达到目标啦，跟目标没有相关的事情没有用。比方说你想要减肥，减肥是你的目标，可是你却定下读10本书这样的任务，很显然你的目标跟你的任务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但如果你是阅读1本讲解饮食习惯的书，讲解健身减脂的书，那这个阅读1本书就跟你的目标有关咯。再来，有时限是指所有的任务都要加上一个期限，如果没有期限的话，你就会无限拖延。我们可以设定很多的小期限哦，以及最终完成目标的大期限。小期限比方说你每个月都有一个小目标，而大期限呢，则是你在某一个日期以前，或是在某个日期你要完成这个目标。这些大小目标叠在一起，就会产生一个时间轴，你的排程就可以出来了。在一般的情况下，我们必须要严格遵守这个期限。比方说，我们一样以减肥当作例子，我们只有一个减肥的目标是不够的，我们还需要计划，还需要排程，还需要很多的小目标，以推进自己前进，监督自己前进的程度。很多人减肥缺乏计划，所以减肥只减一半，少了减，剩下肥。而我们现在配合 SMART 原则，产生了很多的小目标，有了一个具体的计划，它整体包含了具体、可衡量、可行、与大目标相关、有实现等等的特性。假设健康体脂率是20，而我们的体脂率是40，那这表示每10公斤的体重有4公斤的脂肪，很多。我们目标是体脂率降到20，那么合格计划的一部分目标可能会长这样：3年后的圣诞节体脂率我要降到20，而中间每1年我的体脂率需要降7%，这就是一个符合 SMART 原则的小目标。希望大家举一反三。我们说不要有压力是干话，你设定目标一定会有压力的，没有压力，大部分的人根本不会有动作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，但我想你应该是，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。而我们说推己及人嘛，所以我们都是那种对自己会放纵的人，没有压力就不会有行动，自然也不要去说想要完成什么目标了。所以如果有想要完成的事，想要进步的空间，就不要去想无压力就能够做到那么好的成果，什么无压力存100万，无压力瘦小腹，无压力交到女朋友交到男朋友。我们无压力来的东西就是 easy come easy go，你留不住的。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没有这么幸运，可以无压力的取得这么好的东西。所以想要得到什么东西，是一定要去承担压力，要去付出时间跟汗水去推进的。只有行动了，只有实践了，才有机会取得我们想要的成果。那么祝你完成你想要完成的目标。我是 Byron， 希望这期有一点点的帮助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